Hello， 各位花友，11假期结束，你们的阳台、露台、花园还好吗？我3个礼拜没有回家，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家这个小院子已经变成什么样了。现在我们是在花园的入口，我在大门口种了几盆夏锦，结果几个礼拜没人管它呢，还是照样爆盆了。所以这个夏锦这个品种还是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地方的。我是设置了自动浇水系统的，所以维持了它目前这个爆花状态，还是每天都要浇水的。还有开蓝色大花的是中华桔梗，这个品种也是非常耐晒耐热的，比较推荐。后面那个枯死的是欧石竹，欧石竹这个品种其实非常优秀，它是我去年11月在爆花状态下买回来的，然后一直持续一轮一轮的开花，直到之前的9月份，刚刚死掉，所以说它也几乎是开满1整年了。这棵是罗伊，长了一根强笋。这颗盆栽柠檬好不容易又结柠檬了，这么大一颗柠檬。推荐大家种这个苹果桉尤加利啊，看看这个长势太猛了，跟旁边那个银叶金合欢高下立判。石榴已经掉地上了，今年还没吃到石榴呢，这个石榴都熟了。我的天哪，看看这个砖缝里的杂草长的。能揪掉一点点，但根还留在里面。这也抽不动，这得割。这个好大，一颗。这个说不定好拔的。这个好拔的，这好像很松，这个好拔的。这边一片也长满了。这个黑色的布呢，是我给绣球拆下来的遮阳网。后面2颗月季，这都长得乱糟糟的了。我的天哪，这个杂草太吓人了！也才3个礼拜，这个杂草都已经快开花结果了。我的天！还有这个草坪，草坪就不用说了，1个礼拜不割也这样。我的天哪，草坪就看看这个杂草要是不说，还以为我特意种的呢。等这个草要是长大，它就是狗尾巴草。要不说狗尾巴草是我们国家的入侵物种呢。顺着这个绣球的一溜，就是我之前盖那个遮阳网的，然后之前罩在那个遮阳网里边嘛，也没法割到草，所以现在把网拆了，里面就长成这个样子了。全是杂草全是杂草，就是反正目光所及之处全是杂草，所以有很多就是很有冲动想要去买院子房的朋友就是你一定要考虑清楚，这个杂草确实是一个大问题。而且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除了杂草，其实这个草坪草本来的草也是很有侵略性的，你一段时间不去管它呢，它这个修边就模糊掉了，它会往外就不断的蔓延出来，长到那个砖缝里或者长到种植区里面都是。然后我们这个草坪呢，由于它不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形状，它是一个不规则的，而且是有曲线的嘛，所以割草起来呢，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就是没有办法一条线走到底，可能要来回的来调整路线，包括这个电线也要不断的重新调整位置。你可能会说，为什么不把这个杂草拔了以后再来割草呢？那你这样一割之后，杂草不是还是会长起来吗？对，割了以后确实很快杂草又会长起来，但这个是我们试下来已经是最方便的一个办法了。这个杂草的根叫香附子，它其实在地下呢是结成了一张密密麻麻的网的，所以说你光拔了那个草还没有用，或者说你把它的须根拔出来也没有用，因为它底下只要是那个籽还留在地里面呢，它就会不断的生根发芽，而且会一个籽也结出另一个籽，就是有点像那个竹子一样，就除不干净。所以呢，没有办法通过拔草来解决问题，还是最高效的就是直接割，割完一遍呢，整个草坪看上去就会非常干净整洁。然后希望是通过这个比较
高频率的割草呢，让草坪草长得更加密实，希望以后呢能够压缩这个杂草的生长空间。这颗球是水果兰啊，水果兰确实不大适应我们这边气候。然后这颗盆栽是五色梅，这个入侵物种本来是种在它后面的地上的，但是呢把它后边这颗强劲的穗花母荆给干掉了。这个穗花母荆已经完全枯死了，所以没办法，我只能把这颗五色梅给挖走。哎，小脚，小脚，哎，小宝贝，你看陈警官割草呀？你使劲闻什么呢？青草香呢，是不是？闻闻青草味，这小可爱，你玩吧啊！然后这里2颗水果兰也是完全不行了，我之前一共买了7颗，现在只剩3、4颗了吧？之后不打算再买这个品种了。这个五色梅啊，不愧是入侵物种，现在还在盛开。月季、迷迭香都是非常强的。这个蓝色的是萨利方鼠尾草啊，3个礼拜没有人管它，它开得这么好。而且它的花期超长，等它一波花开过以后呢，你给它剪掉，它还能再开，1年里还是可以开好几次的。这颗月季呢叫伟大世纪，它的那个花朵啊本来是很大的，现在因为高温缩水了。哇，这边整个种植区全是杂草了，已经长到这个夏洛特夫人身上了。这个夏洛特夫人啊，现在都没剩几个叶子了，但是问题不大，我等一下来给它打一下药，它应该是前段时间的那个黑斑病比较严重。这棵拱门呢，种的是一棵小的亚伯拉罕达比，然后它今年夏天窜了一根强笋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只看到了1根枝条，然后它底下的这个也是备受黑斑病的困扰啊。不过底下那些细弱枝到明年应该都是可以淘汰了。这个是穗花婆婆纳，它的第2还是第3轮花了吧，刚刚凋谢。这几棵粉白相间的是香彩雀，香彩雀确实是我们这边夏天的王者啊。这个深粉的也是，刚刚那个叫大花香彩雀。建议大家夏天可以多买点香彩雀，非常省心。然后它左边这棵是舍农所城堡的女人，这个是萨利福尔摩斯，它的抗病性还是可以的。这边地上是几棵无尽夏，然后左边的是一大棵雪柳，也就是喷雪花。这个是虎尾天门冬。柿子也有很多已经熟了，已经被鸟先吃了一批了。每年呢都是在国庆假期的时候摘柿子。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拔草，然后现在已经在割草了。等一下还要把长得过旺的植物也修理一遍，然后把菜箱的一些过季的黄瓜藤啊、南瓜藤也都清理掉，包括把那个菜箱的土要翻一下。然后还要给月季打药，已经有3个多月没有打药了。等以上这些全部弄完呢，还要把柿子也给摘了。整个清理过程放到下期视频，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